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更新大家最喜欢的下饭菜系列，都有什么菜呢？往下看一下。先做第一个小炒猪肝。大家在家里面做这个小炒猪肝，有没有觉得你的猪肝炒出来特别的老了？其实就是改刀有很大关系。如果你把这个猪肝改得特别的厚，它炒出来就比较的硬；如果你改得太薄的话，因为旺火一爆的话，它就老掉了。我们这猪肝在改刀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改到什么1个1米厚，或者是1.5个1米厚就好了。有很多朋友改到什么2个1米厚、3个1米厚，这种是炒不了的哈，炒出来就特别的硬。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。洗的时候我们清水稍微给它软2下就好了。接着呢，给它过滤出来，一定把这水稍微给它沥干一下。做个简单的腌制，给少许的食盐，这个是白胡椒粉现磨的，花椒酒、生抽。好，绕均匀以后，我们再来点土豆淀粉。这淀粉不要太多，有个这种小勺子2勺就够了。太多的话，这个猪肝表面会有特别多的一种那个麸，你炒出来就会特别的粘稠，不太好。薄薄的一层就好。野山椒，切碎的野山椒，这是红泡椒，来点姜片和蒜片一起给它揉在一起。因为我们家里面炒呢，其实火是比较小的，我就建议一锅成菜就出来了，所以把这些调料全部给它揉在一起。晚切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少许的盐，因为做盐什么，待会儿我们要加一些蔬菜，什么豌豆苗啊这些在里面炒，所以说一定要有点盐味。给少许的糖，一点生抽，一点的芝麻香油，白胡椒粉，来点花椒酒，盛出来稍微来个2滴，接下来来点水淀粉。好，这个晚切的调制完成，进入炒制工作。好，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锅里给点油，把锅润一下。铁锅呢一定要热锅2样去润锅，它才会不粘。好，把热油倒出来，放一小勺凉油，再来点猪油哈，一样混合油。这个菜呢一定要加点猪油。好，我们在家里面炒呢，就是旺火急炒的菜，因为它火比较小，加了一个方式可以把油温稍微烧高一点，烧到什么程度？稍微有点冒这种小烟了，青烟了，我们开始下这个猪肝，下入猪肝，快速给它推散哈，这是最大的火。好，这时候下入葱段，来这个豌豆苗。如果你没有豌豆苗，可以下什么呢？下点木耳或者青笋片都可以哈。冲入我们调好的这个晚芡，好，出锅。第二个做一个家庭小炒鸡啊。第一步呢，我们把这个鸡肉稍微给它腌制一下，因为我们是生煸的，所以说它就不要去加粉去腌了。如果你加粉去腌的，很容易粘锅，而且煸不到那么的干。这个鸡呢，你可以买什么鸡腿啊，或者是三黄鸡都可以，但宰成这种块儿，不要太大。你太大的话，它炒不到干香的啊。好，我们只给少许的盐，稍微给点这个花椒酒，再来点老抽，给它上一点颜色一点点啊。好，不要加粉哈，我们直接干煸了就不要加粉啊。现在可以了，直接上锅走。这个呢是个生煸的，更加要润锅。如果你不润锅，很容易粘的啊。一定要热锅凉油，养成这种习惯。特别是铁锅，它就有这些烦恼，它是种优势，也是一种烦恼。好，把热油倒出来，加一小勺凉油，腌好的鸡。现在火呢是最大的火，家庭火只有这么大了，你就开到最大。一定要把这个水分给它煸干，这样的话你炒出小煎鸡啊还好吃。好，我们煸到这种锅里，你看发现之后没有水分之后，它油是清亮之后，它水分就煸干了哈。这时候我们沿着锅边烹入点料酒或者是花雕都可以啊。接下来下入什么？下入切碎的这个姜块、拍破的蒜瓣，还有这个干葱片，我将放进锅里一起去煸它。再来点这个青花椒和这个干的红花椒。把这个姜葱和这个花椒煸香之后，接下来下入什么呢？我们来点这个香辣酱，来2勺香辣酱。这时候你发现锅里油有点少的时候，我们稍微可以沿着锅边加点油，
给少许的生抽，再来点蚝油，再来点白糖。调完味以后呢，接下来放入这个青椒和这个小米椒，去翻炒它。好，最后出锅以前呢，下入这个蒜苗段，来点这个芝麻香油。好，这个菜就好了。第3道呢，我们做一个街边非常经典的香辣花甲。好，锅里我们给点水，把这花甲给焯焯水。锅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来点这个姜片和葱段，把花甲直接放在锅里，再给少许的花雕酒。这个目的呢，给大家杀杀菌、消消毒，因为有些花甲它一煮打不开的这种呢，你给它雕出来，这种就是死的，我们待会儿吃的时候就不要了。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快速给它打出来。这个不要煮得太久，太久了它的鲜味就跑掉了。有些死的打不开的，我们用筷子给它雕出来。这种爆开的，它就证明它是活的；如果是死的话，它是爆不开的。好，锅烧热之后呢，还是一样的方式，我们用点油把锅润一下。好，再倒点凉油，先下入姜片、蒜片。新鲜的小米椒，这是干辣椒和这个干的红花椒，我们给它小火先给它炒香。好，这个时候下入我们的花甲，开最大火给它翻炒一下，炒出来了。中间给它下点香辣酱。好，有个锅边我们喷点啤酒，这时候给它做个简单调味，给点生抽，来点蚝油、白糖，勾入少许的芡汁儿，好，锅前撒上葱段，最后我们再淋点这个芝麻油和这个花椒油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投上熟芝麻，来点熟芝麻，白的熟芝麻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第4个菜做一个木须肉，千万不要虚哈，虚了你就爬了哈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切一下这里脊肉，里头有些地方也叫通颈肉，我们给它切成片。肉片切完之后，我们给它做个简单的腌制。好，腌制的时候我们给少许的盐。一点点的花雕酒、白胡椒粉，现磨的来一点，生抽，稍微可以来点老抽，给它上一点点颜色，给它揉起来。揉匀过来，接着我们加点蛋清。这个蛋清就是你不要加太多，太多的话就是你划肉片划出来它特别多的这种白色的沫沫就不太好。我们加个1/3或者1/4就够了，一个蛋是用不完的，剩下的蛋打到这里边来。待会儿我们做这个菜呢，本来要打鸡蛋。加蛋清目的是增加这个肉的嫩度，因为里脊肉啊它本身就很嫩了，你不需要过多的加太多的蛋清。抓进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再给点少许的土豆淀粉，肉片更好的锁住水分，给它揉均匀。最后淋点油给它封面一下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打3个鸡蛋。正常的一份是用4个鸡蛋，刚刚我打3个鸡蛋，再把刚刚我用过的剩下一点那个蛋清和蛋黄加进去，差不多就3个半的样子，给它搅散，稍微加点食盐在里面，这样的话你的蛋会有点底味。接下来就进入热烹环节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把锅润一下。好，有肉之后我们倒出来，放上凉油，这时候下入鸡蛋，先开小火哈，先开小火。先不要动它，多的蛋稍微给它挖出来，向边缘这样浇一浇，让它更好的凝固啊。给点那个油，给它翻面一下啊。这个时候给它搅碎一下啊。好，现在把蛋倒出来，接下来我们给点油，把肉片划一下。把肉上我们3次油温直接下入肉片，这个用筷子轻轻给它挑开。
就油滑的肉片它是比较嫩的啊，就比你下锅直接炒或者水滑这个要嫩很多。滑过肉片的锅呢就不要洗锅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倒点清水，把剩下的黄瓜、木耳、胡萝卜还有这个叫黄花菜一起给它焯焯水。水烧开以后呢，我们在锅里给少许的盐，稍微滴个几滴油，这时候下入这些蔬菜。特别是这黄花菜，因为它是干泡的，尽量大家给它焯焯水、杀杀菌、消消毒。烧开以后呢，快速给它打起来，就不要焯得太软，太软的话，这些蔬菜它就没有脆度了。好，锅烧了之后，来少许的冷油，下这个姜片和这个葱段，给它爆香。接下来下入刚刚我们焯过水的蔬菜。最大火快速去翻炒它，好，下入这个肉片，有少许的生抽，来点蚝油，一点白糖，就再下入鸡蛋，水淀粉来一点点，都少许的薄芡，下点蒜蓉。最后再来点锅边醋，出锅。第5道，我们做一个素菜芦笋炒口蘑。这个菜呢，这个芦笋一定要处理一下，因为这种比较老，这个皮要削掉。削芦笋的时候，你可以放在这个砧板上，或者是一个比较硬的地方，用削皮刀这样一拉哈，这个皮就削下来了。这个上面呢，它是比较嫩的尖，我们就不用去削皮了。好，这个尾部比较老的部位，我们给它切掉。接下来改刀，这个你可以给它切成这种段。接着我们再切一下这口蘑，口蘑的话，你清洗过后就不要再去洗了，就切开之后不要去洗，洗的话它就没有那么鲜了。这个呢，厚度要稍微切厚一点，因为它熟了之后它会萎缩，所以它变得特别的薄，厚度可以切厚一点。锅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少许的盐和这个油，把芦笋呢先掸一下，先焯个水。这个芦笋掸的时候呢，不要掸得特别的熟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去炒它，保持一种脆度。如果你们掸趴了就不太好。好，我们有个40秒给它打出来。这个不要将它焯熟了，好，我们倒点油，把锅简单润一下，倒点干净油、姜片、蒜片还有葱段，给它爆香，下点青椒、红椒还有甜椒，这时候开最大的火，下入口蘑，锅里来烹入少许的清水。这才开始调味啊，我们给点食盐，一点白糖，生抽来一点，再滴点蚝油，最后我们下入这个芦笋，出锅前勾入少许的水淀粉。淋点明油，明油就是刚刚我们炒菜的油，来一点，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菜更加的亮泽一些。好，出锅。大家今天都在说炒完回锅肉什么时候教盐煎肉？今天就教你做个盐煎肉。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盐煎肉和回锅肉区别。其实它在川菜里面都是一种姐妹花。如果是回锅肉是姐姐的话，这个就是妹妹。这个盐煎肉呢，它是生爆的，所以选肉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选这种稍微肥一点的。你选了2道肉啊，或者是前夹肉这种，你要看一下，就是你的肥的至少要占个3成到4成，瘦的占个6成到5成左右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要不然的话你煸出来特别的干。第2步呢，我们要这个肉呢一定要去皮，因为它是生煸的，如果你带皮去煸的话，那个皮会特别的硬，因为我们在锅里烹饪的时间比较短。不像回锅肉，它可以把它煮熟，这样的话它肉吃起来比较弹性。但是它生爆的话，一定要把皮去掉。我们去皮的时候，直接把这个肉切到中间，好吗？切到一半的皮不要切淡了，你顺着这个刀啊，平着放进去，
它一拉，这个皮就出来了。这步呢，你看它瘦的部分比较多，我们稍微要切一点下来，这个可以做其他的菜用。我现在就开始切了。切的时候呢，我们大概切了2厘米厚哈，就是这个厚度，这个叫什么？2毫米厚。sorry 啊，说错了，就这种厚度，就是你不能切得太薄。如果你太薄的话，就是过早的会把这个油脂啊给它煸来没有，它吃起来就特别的干。如果切得太厚了，这个肉它不会卷起来。这个肉改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改点蒜苗，就它的配料和回锅肉是一样的。当然，你如果没有蒜苗，你可以用什么代替呢？可以用青椒啊，或者是莲白这些都可以。这个蒜苗我们就给它拍一下，打个斜刀。好，这个头和叶子要分开放，因为头呢比较的粗，待会儿我们下的时候就先可以下这个头部，叶子呢，蒜苗不要炒死了，炒死了之后它就没有香味了，就它分开下的。好，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在锅里倒点菜籽油，把锅润一下，因为这个肉它是生扁的，你要把锅润好，不然它会粘锅的。好，把热油倒出来，接下来倒点凉油。这个炒这个菜呢，最好是用菜籽油啊。好，我们先下什么？先下这个边角料，这类肉比较肥，我们先给它煸一下。这个开的中小火啊，我们慢慢去煸它。啊，稍微有点捐之后呢，剩下的肉再给它一起煸一下。这个肉呢，不是说你的火越大越好，我们煸肉呢，就是一定要用中小火去煸。你火太大的话，这个油脂很容易煸不出来，然后肉就容易浮掉了。好，差不多我们的肉煸到这种有点发绢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下入什么呢？姜蒜片，你让这个锅边呢稍微烹一点花雕酒，可以让这个肉啊稍微回软一点，同时呢去点腥。这时候就把火开大一点啊，现在就开到最大的火。开始下入豆瓣酱，这是2种豆瓣酱，一种是6个月的，还有3年的豆瓣酱混合在一起，一样一半哈。我们下锅，好，豆瓣差不多有点香味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下入必不可少啊，这个东西可少不了，一定要加豆豉，你没有加豆豉出来是2个味的哈。来点生抽，我这个老抽给它上点颜色啊，不要太多。好，上色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先下入这个蒜苗头。这时候你不要慌，就是如果你炒不好，你可以把火关小一点哈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很自然去翻炒它，把这个蒜苗头先给它炒香。给少许的白糖，一点点白糖。出锅前呢，我们下入这个蒜苗叶，这个叶子不要炒死了，翻着它2下就好了。好，咸煎肉就出锅。好，兄弟们姐妹们，最后一个菜来给它尝一下味道。这个吃这个菜搭配点蒜苗。入口之外，其实它和回锅肉非常接近，就是这种家常味道。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回锅肉和盐煎肉区别在哪里。首先说烹饪环节上，回锅肉是要加甜面酱，但是盐煎肉是不用加。第二点什么呢？回锅肉它是在锅里煮熟了再来切，包括它的肉皮啊都是煮熟的，吃起来它是比较的回软，而且有弹性。但是这种盐煎肉啊，它是生爆的，吃起来它更有干香味，同时它的嚼劲更足一些。这6道菜就做完了，希望在大家的生活中和这个工作中，你回家想做饭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偶像。